天来开箱哦，开箱。其实这个呢不是这个月买的哈，这个可以说是好几个月前买的，哈哈哈。所以呢，因为呢，放在人家那边放很久了哈，那线上购物就是这样子啊。突然有一天想起来啊，我还没有结账哈，没有结账，然后就结账，然后就寄回来了哈，寄回来了。那这一批比较多都是卡多利亚哈，就加德利亚蓝哈，所以比较不是蝴蝶兰哈，这一批比较多是加德利亚蓝哈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原生种的雷利亚，原生种的雷利亚哈。那我这边应该还是会上版做处理啦。你看那个雷利亚有时候会有这种特性哈，就是中间粗粗的，然后下面是细的哈。这个是雷利亚的，有一些雷利亚的一种特色哈，一种特色。那这一颗的唇很漂亮哈，因为我是看到花的个体买的哈。那它的花期已经过了哈，花的花期已经过了哈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拿来种了哈，就是拿来种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其他科哈，其他科。这一批实在放太久了，这一批可能放2、3个月跑不掉哈。有时候那个网路加一加，然后就是加到天边去了，就忘掉要结账这回事哈。好，那你看这个包的其实非常的细哈，它这个用那个报纸去包哈，所以就是比较不会伤到它的花啦哈，它的叶子哈。所以呢，而且你看它包的时候用很多的胶带哈，去稳住它哈。OK， 这个是路德哈，路德这个高雅哈，三彩的高雅哈。那路德其实在我这边种，我种了起来哈，在几个环境种了起来哈。其实路德有些需要湿气哈，所以其实它比较喜欢潮湿。那如果你在种的时候是路德在阳台组哈，算是不是这么好种的品种，我觉得啦哈，比较不是这么的轻易种植哈。但是如果相对而言，它可以活，但是开花有时候在有些个体哈，在阳台不好开花哈。我觉得在阳台不是这么好开花。那包的紧就是有个缺点哈，就是拆一拆你会觉得啊，怎么包这么多东西哈？那在拆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到底要怎么拆？有时候会伤到植株哈，所以通常呢要小心一点点哈，小心一点点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这样子，路德哈，这是蝴蝶兰哈。那这个呢用木头种的。好，用木块种的，好，木块种的。好，这木块我这边就应该也是可以用木块种的，就不用去改它的状况哈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哈。这个是平苗哈，是你看它下面用那个双面胶粘起来哈，然后外面用整个都是泡棉哈，这个就是很好的包装，但是会缺点就是会造成很多垃圾了哈，这种就是没办法的事情哈。不然其实这种包装是最安全的哈，你会发现它寄下来的东西不太会有损伤哈，不太会有损伤。那平苗呢，这可能就要种久了哈，这个是，等一下我擦一下，实在是粘太紧了哈。那这个是卡多利亚的平苗哈，加德利亚的平苗，加德利亚平苗有个缺点哈，它需要种很久。它不像一般的蝴蝶兰的平苗，出品可能半年、1年左右，这个可能出品要种2、3年才会开花哈。那当然了，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要种这么久哈？和加德利亚就是这样子哈，它的品种就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做小苗的生长哈。哎呀，好麻烦的哈。像这个，有没有看到这个摇晃到哈？有时候寄送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的状况哈。那好吧，那因为这样子的状况下呢，我只能出品哈。这有时候很难讲哈，就是寄送哈，平苗寄送常会这样，虽然外表包起来很漂亮，但是它们只要垂直哈，没有，有时候上下放、左右塞哈，就会产生这个状况。这个状况就马上要出品了哈。你只要看到这种状况哈，就是要马上出品，不然死亡率会大增哈，因为它那个叶子已经沾到那个就是沾到那阿嘎了哈。你看被摇成这样子，没关系啊，这个就出品就对了哈，出品就对了。好。
还有什么呢？我记得是加德利亚比较多一点，就是卡多利亚，像那个皮秒也是卡多利亚哈，卡多利亚，这也是卡多利亚哈。下，这也是加德利亚蓝哈，这个是一种 ACL， 是有点像黑杰克那种加德利亚，它开起来花是黑色的，黑色的，品种不太一样哈，开起来颜色也不太一样哈。那这个我应该会上板种植哈，上板种植做处理。然后呢，我有时候真的不要，像我最近就把那个网络停止更新哈，对，有时候真的是。看到网络就很想加哈，那加一加有时候忘掉哈，然后就好吧，有的时候真的是太久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哈，就会觉得好多都突然变好多哈。好，这也是卡多利亚哈，卡多利亚西雷利亚哈，西雷利亚，西雷利亚这几个月我收了蛮多的哈，我收了这是第1、2、3、4第4颗哈，第4颗西雷利亚。那西雷利亚的花有很漂亮的鱼纹哈，它那个鱼尾纹非常漂亮，所以其实我非常喜欢那个颜色哈。就有点像是很多加德利亚它的那个唇部的颜色非常的漂亮，主要是那个唇瓣的颜色，所以呢，它算是一种好种，但是长得慢，缺点就是长得慢，但是很漂亮的一种品种，就是很漂亮的一种品种。好，再来，好吧。好，可以看到，你看高芽哈，这是侧芽哈，这是侧芽，一样，这个就是卡多利亚哈，卡多利亚侧芽。那这个就是剪前2芽了哈，剪前2芽，然后准备要上板的哈。来，这是白二喜哈，白二喜，它带有火焰的白二喜，这个很漂亮哦，这很漂亮。那这个呢，回来的时候它已经放干一段时间了吧哈，看起来是回来应该就可以直接上板了哈，直接可以上板。再看一下还有没有，我有点忘掉我买的。还有，应该也是卡多利亚哈。这次上次进的，上次跟人家买的大部分都是卡多利亚为主哈，卡多利亚为主。好，有文心兰哈，有文心兰哈。那你看，这是东买西买哈，文心兰哈，这个是棒叶型的文心兰哈。那这种喜欢热哈，上板其实还蛮好种植的哈。那其实，在台湾的种植难度不高哦，种植难度不高，喜欢太阳哈，不太喜欢水哈，不太喜欢水。就是水不要太多啦哈，以干燥为主哈，就是不要太多哈，太多的时候容易出问题哈，这是它的缺点之一哈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还有什么呢？这个就是蝴蝶兰哈，蝴蝶兰好，2种交配型的蝴蝶兰哈。那这种交配型的蝴蝶兰开花很特别哈。通常我会收的蝴蝶兰大部分都是原种交原种哈，就是它会开出特别的花哈，不是那种如果通常大部分是收原种的，那如果要收交配品种的话，通常都是原种去交原种。我喜欢第1代的原种哈，但是我不太喜欢除非有些特殊个体像斑马啊，或者是那超级斑马，我就觉得还蛮好看的。那有些我觉得就不是那么喜欢哈。但是我通常会喜欢第1代交第1代，是因为它会保留某一些第1代的特点哈，不太会变动哈，非常有趣哈。好，这个也是好，你看这也是第1代交第1代的哈。这个是阿嬷去教落叶蝴蝶哈。开起来像落叶蝴蝶，那这也是落叶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品种，我要去教另外一个哈。那这个呢，这2个的花呢，其实都是落叶蝴蝶去教，像这个是教白亚喜哈，这个是教阿嬷哈。到时候我们开出来的花，我们再来看看，它们很像，听说这个很像落叶蝴蝶哈，开起来像落叶蝴蝶，但落叶蝴蝶在平地非常不好种哈，非常不好种哈。好，还有吗？还有一个，到底买多少个？好，其实我都有点忘掉，因为这个是寄到别人的家里头哈，就是好。
梅西玛哦，梅西玛，梅西玛最近我也收了好多梅西玛哈，蓝色的这个是大红唇的，这个唇非常的漂亮哈，它只是有点大，你看哈，有点大，这是大红唇，这非常的漂亮哈，它的唇非常非常的大哈，好。耶，总算没有了啊，总算没有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今天的开箱哈，大部分就是这些东西。今天比较多的都是卡多利亚和加德利亚人为主，但是很明显的，我等一下要把那个平苗拿出来了哈，因为那平苗已经翻了哈，翻了就会出问题，就是很容易因为翻，然后造成它叶子就会受损哈。好 ，OK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